那件事过去快10年了，但我到现在都不敢在夜里3点以后上厕所，不是矫情，是真的怕。那种怕不是来自什么具体的画面，而是刻在骨头缝里的条件反射。只要水龙头一开，水流声一响，我后脖梗的汗毛就会一根根竖起来，仿佛黑暗里有一双没有瞳孔的眼睛，正贴着我的脊背往下滑。我叫阿成，今天想跟你们聊聊我老家那栋宅子的事儿。这事儿在我心里压了太久，像一块吸饱了水的海绵，沉甸甸地堵在胸口，跟谁都没完整说过。今天算是头一回把它拧干摊开。我们老家在台湾南部一个不大不小的镇上，家里那栋老宅是爷爷年轻时盖的，坐落在一排连栋房屋的正中间，坪数极大。但后来因为前后院都被加盖的铁皮遮阳棚封死了，整栋房子的采光差得离谱。大白天走进屋里，不开灯的话，跟入了夜没什么两样，空气永远是潮的，墙皮渗着一层洗不掉的水汽，闻起来有一股旧木头混着霉般的古怪味道。我记事起就怕那个地方，尤其是4楼。4楼本来是个神明厅，朝南，按理说应该是全屋光线最好的位置。可你一走上去，那股阴冷劲儿就跟大夏天突然掉进了冰窟窿似的。供桌上密密麻麻摆了几十尊神像雕塑，大大小小，高矮胖瘦，什么材质的都有。有的木雕已经开裂，漆面剥落的斑斑驳驳，露出底下发黑的木质纹理。有的石雕像被什么液体浸泡过，泛着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暗黄色油光，几十双眼睛齐齐盯着你。你站在那儿，感觉自己才是那个被审视的异类。我父母因为工作的关系，很早就搬到了10几公里外的市郊住，所以我童年大部分时间并不在那栋老宅里度过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这对我来说算得上是一种幸运。我父亲兄弟3人，他排行老2。大伯在我出生前就因病过世了，我对他没有任何印象，只知道他生前是做神像雕刻的，这就是整件事的源头。大伯这个人对雕刻有一种近乎偏执的热爱，他不光接庙里的活，私底下还到处搜罗各种神像，有些是他自己雕坏的练习品，有些是别人寄放在庙里不要的，还有些干脆是他从什么地方捡回来的。那些被遗弃在路边、荒草丛里甚至垃圾堆旁的雕像，只要他觉得雕工不错，就会搬回家。日积月累，4楼神明厅的供桌被塞得满满当当。大伯去世后，爷爷悲痛欲绝，下了死命令，大儿子的东西谁也不许动，尤其是4楼那些他最心爱的物件。家里人虽然觉得那些来路不明的雕像摆在那里让人不舒服，但碍于爷爷的威严，谁也不敢多说一个字。那些东西的来历到底是好是坏，没有人知道。他们就像一群沉默的住客，占了位子却不交房租，也不打招呼，就这么相安无事了很多年。直到10几年前，事情开始一件一件的发生。最先出事的是叔叔。叔叔是家里最小的，脑子活络，自己拉了个工程队做小包工头，整天在各个工地之间跑。他性格豪爽，爱喝酒，爱交朋友，逢年过节总是最热闹的那个人。他身上有一种粗犷的生命力，像是永远晒不蔫的野草。可出事之前那段时间，叔叔的状态明显不对。他原本是个大大咧咧的人，但那阵子变得沉默寡言，脸色蜡黄，眼窝深陷，像是好几天没合过眼的样子。我父亲问他怎么了，他起先不肯说，后来被逼急了，才支支吾吾地吐露了一些。他说他看见东西了。叔叔以前走夜路的时候，偶尔也会看到一些模模糊糊的影子，他不当回事，觉得自己阳气重，那些东西近不了身。但这次不一样。那天中午他在工地午休，刚闭上眼睛，就感觉有什么重物压了下来。那种压迫感不像是被鬼压床的胸闷，而是实实在在的重量，像一块冰冷的石板从胸口慢慢往下坠。他拼命睁开眼，一张脸就贴在他面前，青面獠牙，眼珠子外凸，嘴角咧到了耳根，露出2排细密尖利的牙齿。那东西死死掐着他的脖子，笑着说：“就是你了，就是你了。”叔叔猛地惊醒，浑身是汗。工地上的工友们还在旁边打盹，什么都没发生。但从那天起，不管他走到哪儿，
换什么睡姿，只要一闭眼，那个东西就会出现在他面前。不用躲，你躲不掉的。他就这么跟他说，声音不大，却像是直接钻进脑子里的。叔叔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，性情也变得暴躁易怒。他瞒着所有人，独自扛了好几天，直到脸色憔悴的实在瞒不住了，才在父亲的追问下说了出来。父亲让他去公庙拜拜，安定心神。但就在那几天，另一件事发生了。叔叔开始频繁地梦到大伯，梦里的场景永远是4楼的神明厅，光线昏暗，只有供桌上的长明灯发出一点豆大的橘黄色光晕。大伯就站在神龛前，脸色惨白如纸，眼神空洞得像2个没有底的黑洞，嘴里反反复复念叨着一句话：都怪我，都怪我。声音由远及近，越来越尖锐，像是用指甲刮过铁皮，刺得人头皮发麻。叔叔想靠近他，但双腿像灌了铅一样被钉在地上，动弹不得。更诡异的是，供桌上那一排排的神像仿佛也活了过来，几十个嘴巴同时开合，齐声回荡着那句话：都怪我，都怪我。但语气里不是悔恨，而是讥讽，像是在看一场早就知道结局的戏。每一次梦到这里，大伯都会突然转过身来，面目狰狞地冲叔叔嘶吼：快滚开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快滚！叔叔猛然惊醒，满身冷汗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，掐出了血印子。这样的噩梦持续了很长时间，叔叔求神问卜，花了不少钱，但一点用都没有。他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魂魄，眼神涣散，反应迟钝，说话前言不搭后语。出事前一天晚上，叔叔回老宅吃饭，临走的时候跟爷爷说了一句话：爸，明天我不回来吃饭了。爷爷当时没多想。第二天深夜，医院打来电话，叔叔出车祸，抢救无效，人没了。走的时候没留下半句遗言。如果当时家里人重视一点，强行把他送去医院或者公庙住几天，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车祸。但世间没有也许，有些遗憾是用命换来的。叔叔走后不到半年，爷爷也倒下了。一场大病来得毫无征兆，老爷子直接住进了加护病房，几度病危。家里人轮班在医院守着，身心俱疲。与此同时，我父亲的状态也开始出问题。父亲是那种体质比较特殊的人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他从小就能看到一些东西，程度因人而异。爷爷那辈只是偶尔看到模糊的光影，但父亲看得异常清晰。他一直小心翼翼地藏着这个秘密，不愿让家里人担心。但叔叔去世和爷爷病重这2件事接连发生之后，父亲的这种感知变得极其敏锐，几乎每天都会遇到一些无法解释的事情。走在街上会突然感觉有人拍他肩膀，回头却空无一人。半夜起来喝水，余光瞥见客厅沙发上坐着一个人影，开灯就消失了。他被折磨得够呛，但一直撑着没说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个叫洪叔的人来家里做客。洪叔是我父亲一个在当地公庙做事的朋友，据说有些真本事，不是那种江湖骗子。那天2人坐在客厅里，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。聊着聊着，洪叔突然话锋一转：最近家里出了这么多事，你就没想过是什么原因？父亲愣了一下，洪叔没等他回答，又说：你们家是不是有个地方放了很多雕像？父亲的脸色瞬间就变了。洪叔从来没有去过我们乡下那栋老宅，从来没有。他怎么会知道4楼神明厅的事儿？父亲还没来得及追问，洪叔就摆了摆手说：有空的话带我去看看吧。父亲不敢耽搁，当天就开车带洪叔回了老宅。我后来听父亲描述过那天下午的情形，每一次讲，他的手都会不自觉地发抖。那天的天气很热，南部夏天的那种闷热，空气像一团湿棉花堵在胸口。老宅里一个人也没有，爷爷在医院，叔叔已经走了，空荡荡的房子里只有他们2个人的脚步声。2人从1楼开始，沿着楼梯慢慢往上走。1楼、2楼、3楼，一切正常。可就在他们踏上通往4楼的最后几级台阶时，砰的一声，4楼神明厅的木门被
被一股巨大的力量从里面狠狠摔上了。那声音在空寂的楼道里炸开，像一声枪响。父亲后来跟我说，那一刻他感觉自己的心脏停跳了整整2秒。天气炎热到连树叶都不动一下，这扇门是谁关上的？与此同时，楼下叔叔生前住的房间门上挂着一串风铃，那风铃突然响了起来，不是被风吹的那种清脆的叮当声，而是一种极不自然的、急促的，像是有人用手胡乱拨弄的频率。叮叮叮叮叮。父亲被吓得一个趔趄，差点从楼梯上摔下去。红叔倒是一脸平静，咳嗽了一声，拍了拍父亲的肩膀说：“没事，不要怕。”他径直上楼，推开了神明厅的门。门里面几十尊雕像在昏暗的光线中静默伫立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陈旧木头和不知什么香料混合在一起的古怪气味。红叔环顾了一圈，独自摇了摇头，苦笑了一下说：“走吧，看来我很不受欢迎。”下了楼，离开老宅之后，红叔才把话挑明了。他说4楼那些雕塑都有年头了，最初住在里面的正主早就走了，现在站着那些壳子的全是不好的东西。更要命的是，那些雕塑摆在前面，把祖宗的牌位给挡得严严实实，祖宗的庇佑进不来，乱七八糟的东西倒是住得舒舒服服。这个事情必须赶紧处理。红叔看着父亲，语气很认真：“要不然，连你也……”他没把话说完，临走前，红叔留下了几张黄色的符纸，让父亲放在家里各处，约好了过几天带人过来正式处理。那天晚上，父亲出了事，他睡到半夜，突然感觉不对劲，从脚趾开始，知觉一点一点的消退，像是有什么冰冷的东西从脚底慢慢往上爬。紧接着，一双冰冷的手扼住了他的脖子，那双手的力量大得不像话，不像是人手。他想喊，喊不出来；想动，动不了，整个人像是被浇筑在水泥里，只有意识还是清醒的。就在这时候，他听到了一个声音，那声音就贴在他耳边，极其凄厉难听，分不清是男是女，像是用砂纸磨过的铁片在震动。不要多管闲事，停顿了1秒。要不就换你过来这边。然后是一连串含混不清的咒骂声，那些词汇父亲说他从来没有听过，不像是人说的话。脖子上的力道越来越大，父亲开始剧烈咳嗽，这一咳把旁边的母亲给惊醒了。母亲推了他一把，那种窒息感瞬间消失，像是潮水退去一样，干干净净，不留痕迹。父亲坐起来，大口大口的喘气，浑身冷汗把床单都浸透了。他不敢告诉母亲实情，只说做了个噩梦，身体不舒服。两人重新躺下，刚闭上眼睛，父亲闻到了一股焦糊味儿，他赶紧开灯查看红叔留下的那几张黄色符纸，有2张在没有任何火源的情况下自燃了，纸灰在地板上蜷缩成2个焦黑的卷，还在冒着最后一丝青烟。父亲连夜给红叔打了电话，红叔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，久到父亲以为信号断了。然后红叔说了2个字：好凶。他让父亲先睡，说明天一早他就带人过去。第2天，红叔带了几个宫庙的师傅去了老宅，具体怎么处理的，红叔没说，父亲也没敢问。我只知道从那以后，4楼那些大大小小的雕像全部消失了，供桌被擦得干干净净，好像那些东西从来没有存在过。处理完之后不久，爷爷的病情奇迹般的好转了，从加护病房转到了普通病房，又过了一阵子就出院了。但老爷子说什么也不肯再回老宅住，他用那种劫后余生的语气跟家里人说，在那里没活人陪着的话还蛮可怕的。那时候我年纪小，不理解爷爷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直到后来红叔再次来家里做客，聊着聊着，他突然对父亲说了一句：你们老宅的问题可不止神明厅那些啊。父亲听了出奇的平静，他说他一直都知道。父亲点了一根烟，靠在沙发上，眼神望向某个很远的地方，像是在回忆什么很久以前的事情。他说以前老宅还没搭遮阳棚的时候，院子里阳光充足，他是什么都看不到的。但自从前后院都被铁皮棚封起来，整栋房子按下来之后，
那两个东西就开始频繁现身了。尤其是厕所那一位，父亲吐了一口烟，特别不友善。听到厕所2个字，我脑子里嗡的一声，想起了一件发生在叔叔治丧期间的怪事儿。那段时间，因为叔叔车祸的赔偿问题，肇事方身份特殊，双方反复谈判没有结果。父母为了这件事奔波得精疲力竭。为了方便照顾家里，我们一家人暂时搬回了老宅住。我是家里最大的孩子，负责照顾2个弟弟。叔叔头七的前一天晚上，法事做到后半夜才结束。我催2个弟弟去洗漱睡觉，自己实在太累了，靠在沙发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被大弟猛地推醒了。大弟比我小3岁，那会儿才10来岁。他脸色惨白，嘴唇哆嗦着，压低声音对我说：“哥，你起来看。”叔叔坐在楼梯上，一直在哭。我被吓得一个机灵，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。楼梯上空空荡荡，什么都没有。后来想想，这大概就是大弟那种特殊体质的开端，他们这一代也遗传了。我当时怕吓到最小的弟弟，便呵斥大弟不要胡说八道，拉着他去刷牙睡觉。可一提到去厕所，大弟的神色变得更加慌张了，嘴里不停地念叨：“我不要进去，那里更可怕。”我以为他在闹别扭，硬拉着他进了厕所。厕所里灯光明亮，瓷砖白得晃眼，水龙头滴着水，什么异常都没有。但不知为什么，我走进去的那一刻，心里升起了一股莫名的恐惧，就好像在那个角落，在那个视线死角，有什么东西正在看着你。我强撑着洗漱完，拉着大弟回了房间。第2天上学的路上，我忍不住问大弟：“厕所里到底有什么？”大弟一下子哭了，他说：“里面蹲着一个人，一个我不认识的人。本来他是蹲在厕所面朝墙角的，可就在我们进去以后，他缓缓转过了身来。”大弟说到这里，瞳孔急剧收缩，整个人像一片风中的树叶一样抖了起来。那个人没有脸。哥，他没有脸。大弟说的这件事，我后来告诉了父母。父亲听后并不意外，只是叹了口气，说老二也出现了这种体质，然后找了师傅给大弟做了一些简单的处理。但厕所里那个东西一直在那里。父亲说，他可能在建房之前就已经在了，那些东西的来路谁也说不清。如果说厕所里那位只是让人不舒服，那么另一个就是实打实的恐惧了。爷爷出院后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，身体恢复得不错，就是行动不太方便，需要有人搀扶。他觉得一个人在家太无聊，便和父亲商量，找个护工回老宅住。父亲同意了。可就在爷爷搬回去不到2个月，事情又来了。那天我和父亲一起回老宅看望爷爷，一进门就觉得气氛不对。上礼拜还好好的老爷子变得神经兮兮的，说话声音又高又急，一直在重复一句话：有人要害我，有人要害我。父亲第一反应是护工阿姨是不是虐待老人了，但爷爷摇头说不是她，是另一个女人。爷爷的眼睛瞪得很大，布满血丝。另一个女人，父亲皱着眉看了看护工阿姨，阿姨一脸紧张，欲言又止。那天爷爷说什么也不回自己房间午睡，非要睡在客厅，还催护工阿姨进房间去休息。阿姨推脱说不累，要在旁边陪着。两人拉扯了一阵，最后爷爷在客厅沙发上迷迷糊糊睡着了。阿姨这才压低声音跟父亲说了实情。昨晚老爷子一直做噩梦，说梦到一个穿红色洋裙子的女人一直在追他。红裙子，我清楚地看到父亲的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。他嘴上还在安慰护工阿姨说不要多想，但阿姨接下来的话让他彻底坐不住了。老爷子总觉得这房子有问题，阿姨的声音在发抖。前天他去楼上浇花，说总觉得身后有人在看他，而且很奇怪，他觉得那是个女人。父亲站起来说阿姨太辛苦了，可能是压力太大产生了幻觉，终止了这个话题。回家路上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问父亲：爸，老宅是不是真的闹鬼？父亲开着车一直没说话，既没说有，也没说没有。
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我走在一条不认识的路上，前面有一个女人，她穿着红色的洋裙，长发垂到腰际，背对着我，但她的身体是不完整的，只有上半身，腰部以下什么都没有，像是被什么东西齐根截断了。她在前面走，我的腿不受控制地跟着她。走了一段路，她突然停了下来，站在一座桥的边缘，没有任何犹豫，纵身跳了下去。我猛地惊醒，浑身冰凉。那个梦太真实了，真实到我能闻到空气里河水的腥味儿，能看到她红裙在风中翻卷的弧度。没过多久，爷爷又住院了，这一次住得更久。每次去探望他，老爷子总是压低嗓音，紧张兮兮地说：“那个红裙子女人追过来了，半夜掐我的腿。”诡异的是，每次探望的时候，爷爷的小腿上都会出现几处淤青，不是一片一片的那种，而是指印的形状，像是被几根手指用力捏过。有一次父亲喝了点酒，我壮着胆子又问起了那个女人的事。父亲沉默了很久，破天荒的没有回避。他说，以前他一直觉得那个女人没有什么恶意，因为她有时候频繁出现，有时候隔很久才会看到，从来不主动靠近人。但爷爷做噩梦的那天，也许是他又站在了那个老位子上。什么位子？大多数时候，他就那么静静地站在竹帘下面，红色的裙摆垂到地上，长发遮住了整个面部。但有时候，他会倒立，双手撑地，身体倒过来，头发垂在地上，像一蓬散开的黑色水草，然后冲着父亲笑。我不知道一个倒立着被长发遮住脸的女人是怎么笑的，但父亲说到这里的时候，声音明显在颤抖。我想起自己梦里那个只有上半身的红裙女人，忍不住问了一句：“爸，你有没有看到过她转身，看到过她的正脸？”父亲愣了一下，然后他的声音开始发颤。就一次，那是他年轻的时候，有天晚上睡在爷爷房间里，半夜他听到地板上发出咚咚咚的声响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跳。他睁开眼，扭过头，门上方的气窗那里，那个女人正一跳一跳地凑在窗口往里看。她的脸被头发挡住了大半，只露出一只眼睛，黑乎乎的，没有眼白，像一只贴在玻璃上的死蜘蛛。父亲说他当时吓得几乎尖叫出声，但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。从那以后，那个女人消失了整整1年，然后又出现了，依然站在竹帘下面，依然偶尔倒立着笑。我再也没有追问下去。那之后，我每次回老宅只敢待在客厅，厕所不敢去，楼梯不敢上，1楼走廊更是远远地绕开。关于红裙女人的事，父亲后来也问过红叔和其他几个宫庙的师傅，他们的说法基本一致。那个女人和厕所里那位一样，在建房之前就已经在那里了，不是什么厉鬼索命，更像是一种地缚。他的执念把他定在了那片土地上，不清不楚，不明不白，只能和平共处。红叔说，只要你们不招惹他，他也不会主动害人。但叔叔的死始终是父亲心里的一根刺。父亲后来跟我分析过，他认为叔叔的死和4楼那些雕像有直接关系。大伯生前搜集的那些东西，有些来路根本说不清。他雕了一辈子的神像，分得清哪些是干净的，哪些是不干净的。但他走后，没有人能分辨，那些被遗弃在荒郊野外的雕像为什么会被丢弃？是主人不要了，还是不敢要了？大伯也许知道答案，所以他才会出现在叔叔的梦里，一遍一遍地说都怪我。他想警告叔叔，但已经太晚了。那个青面獠牙的东西缠上了叔叔，日夜不休地折磨他，最终让他在精神崩溃的状态下开车出了事。父亲说，叔叔出事前的那几天，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魂魄，
如果当时家里人重视一点，强行把他送去医院或者公庙住几天，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车祸。但世间没有也许，爷爷在那之后又撑了几年，最终还是走了。走的那天很平静，没有噩梦，没有红裙女人，就像一盏油灯熬尽了最后一滴油，安安静静地灭了。爷爷去世后不久，父亲把老宅卖了，买主是一个外地来的生意人，打算把那里改成仓库。父亲没有跟他说任何关于那栋房子的事，我后来再也没有回去过。写这些文字的时候，我又找父亲聊了一次。时隔多年，再次提起叔叔，他的眼眶还是红了。他坐在阳台上，手里夹着一根烟，烟雾被风吹散，他的脸在烟雾后面变得模糊不清。你叔叔那个人啊，他说，命不好。然后他又说了一句话，让我到现在都忘不了。有些东西不是你不去招惹他，他就放过你，是你住进了他的地方，你就已经是他的了。我问他，爸，你搬走以后还能看到那些东西吗？父亲摇了摇头，看不到了。他说，但有时候半夜醒来，还是会下意识地往气窗那个方向看一眼。他笑了笑，笑得很苦。习惯了。那栋老宅后来怎么样了？我没有再去打听过。但我偶尔会做一个梦，梦里我站在那栋房子前面，铁皮遮阳棚已经被拆掉了，阳光从四面八方涌进来，照得整栋房子亮堂堂的。4楼的窗户开着，风吹动白色的纱帘。我站在楼下往上看，看到供桌上空空荡荡，干干净净。然后我听到风铃声，不是叔叔房间那种急促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叮叮当当，而是很轻很柔的，像夏天傍晚的风。我知道那栋房子已经不属于我们了，但有些东西可能永远也不会离开，他们只是换了一批住户而已。